今天是11月15号，今天节目呢给大家发送的比较晚，因为今天呢我呢去跟律师碰了个头。大家都知道呢，最近呢蚂蚁帮对我呢骚扰很大，所以我呢已经把蚂蚁帮的相关人员呢都已经告上了法庭。那么平时呢律师非常的忙，那么今天呢律师呢他突然有时间了，所以呢他就约我呢去谈呢跟案子有关的事情，因此呢一直跟律师在开会。所以说结束会议以后呢再来准备节目呢就已经很晚了。那么节目呢给大家发送的迟了一点。那么今天节目谈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呢实际上大家在网络上看到啊，有一种谣言，谣言是什么呢？就说川普总统已经认输了。那么川普总统认没认输？川普总统凭什么认输呢？很多朋友呢推送了就是川普总统认输的这个来源是什么？美国之音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报道就是说川普总统他写的一个推文啊，他在推文里面就说拜登赢了是因为凭作弊赢了，就是根据川普总统推特里面讲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拜登如果赢了是靠他作弊赢来的这个大选。所以说川普总统这句话就算川普总统认输吗？川普总统凭什么认输吗？为什么所有的媒体都希望川普总统赶紧认输呢？媒体的堕落是真正那个文明的堕落。可以讲媒体呢它一直是监督公权人的，可以讲媒体一直是国家的第四权威的部门。所谓权威部门就是媒体它有监督功能，它这个监督主要是监督政府。那么美国的媒体过去一向都做得非常好，但是最近这几十年，尤其近10年，媒体堕落得很快。堕落到什么？堕落到媒体已经设定立场，在这个立场下，媒体只讲立场，不讲事实。昨天在华盛顿 DC， 华府爆发了上百万人的大游行，就是来支持川普总统的。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游行的场面是轰轰烈烈。整个这个场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支持川普总统的这个公众啊，来的人除了多之外，最关键是什么？大家情绪很饱满，而且呢，非常的文明啊。上百万人的游行走了以后，这个街道上面干干净净啊，没有留下一点点垃圾啊。除了我们看到香港市民在香港示威游行中有过这种现象，别的地方我们很少看到。支持川普总统的这些游行，上百万人的游行，那么这个游行过程中秩序井然，而且所有的店家都在开门，都在迎客，很多客人们喝着啤酒，吃着披萨，很多人很愉快地参与这个集会行动。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哪一个商家害怕的问题。而左派支持的黑名贵呢？黑名贵到哪里就是横扫所有的商家，把所有的商店给你砸完了。很多商家在大选之前，他们都把自己的商店用木板把它钉起来。为什么要钉起来？就是害怕黑名贵，害怕左派这些人来砸店啊。那为什么支持川普总统这上百万人的游行，没有一个人打砸抢啊？这就是素质嘛！你根据这个你就知道你应该选谁嘛。整个这个场面媒体是不报道的，主流媒体根本就不报道，个别媒体报道说是支持川普的人游行的人最多也就1000多人，真是瞎了眼。1000多人和100万人，他们怪不得把川普总统的选票也把他从100万修改成1000。所以说川普总统他本来他发的这个推文，他就说他赢了是凭他作弊赢了。川普总统根本不认输，川普总统有什么理由认输？全美国有7000多万人在支持川普总统，你觉得这不是民意吗？这7000多万美国民众，他们投下去的每一票，不代表美国人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川普总统认输，那只是媒体很希望川普赶紧认输。而且呢，国际上呢有这种浪潮，也就是媒体集体堕落之后呢，媒体呢他们就对川普呢进行丑化，然后对川普总统发的推文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他们都字斟句酌的，然后就歪曲里面的意思。这样呢，就很多人就认为，哎呦，川普自己都主动认输了，川普凭什么认输啊？大选没有结束啊，还有6个战场州，他们的选票没有统计出来啊，在选举没有最终统计结果的情况下，川普总统认输这个话是谁讲的？这只是媒体讲的，这只是拜登希望啊。那么当然了，中共很希望，中共就盼着拜登赶紧掌权，因为中共早就控制了拜登，控制了拜登的家族。拜登一旦成为美国总统，中共所有被川普总统这4年打得焦头烂额的，被川普收拾的共产党已经岌岌可危的局面，马上就改观了啊！所以中共当然希望拜登赶紧上台了。问题是拜登上台不是中共一厢情愿，也不是拜登想上台就上得了台的。现在只是媒体宣布拜登当选，那么拜登究竟能不能当选，
要在几个战场中所有的统计结果全部出来，而且要证明所有的这个选举完全是公平公正的情况下，那么最终拜登如果赢得大选，我们心服口服。如果这个里面有舞弊、有不公正的行为、有篡改选票的行为，那么这个大选你不但赢不了，而且是所有犯罪的人最终会到监牢里面去。就这么简单吗？网上呢有这么一种说法，我呢是看到这个说法，我呢不太相信。就说呢，美军突袭了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公司，在这个公司里面呢找到了这次干涉美国大选的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呢能够篡改1/3的选票，说是被美军查获的。这个消息呢很多人很鼓舞，我呢认为呢这个消息呢听听而已，我不太相信。为什么不太相信呢？我不认为美军可以突袭人家德国的公司，美军有什么权利突然上门去搜查人家德国人的公司啊？这不对人家德国的主权不是一种干涉吗？所以说，根据这种线索，对这个来源我呢就不是很采信。虽然报道这个消息呢说是已经能证明大选舞弊，证明大选舞弊的这个数据非常非常多啊，证人也非常非常多啊，只是主流媒体都不报啊。不但是主流媒体不报，很多那些丧失了良知的自媒体现在也都在那胡说八道，在那个地方改风向，还有不少来劝我呢，现在掉头支持拜登反川普还来得及。我说你要掉头你去掉头，因为你们呢从来就没有方向，所以说你今天往东掉，明天往西掉，建民只会奔到一个方向。我会选择我自己坚定的信仰，我认为川普总统是代表了美国现在要拨乱反正，要回归美国再次伟大，要保住美国基督文化建国的传统价值观。川普总统这4年他沉重地打击了中共，他所做出的成绩我在前几期节目里面已经说了非常非常多，我不需要每期节目里面都要去谈川普总统他究竟对打击中共有哪些重要的贡献，这些话我不需要去讲那么多。我相信长期看我节目的人大家都清楚，川普总统他在打击中共，他在治理美国再次伟大，他为推动世界和平做出的各种贡献。今天那么多人在黑川普，那就是什么？那是一股邪恶的势力。这股邪恶的势力它的根源是哪里？毫无疑问来讲是中国共产党跟美国民主党的结合。为什么跟民主党结合？是因为民主党的大佬基本上都跟中国共产党有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绵延40年，也就是中美从1979年建交之后，那么民主党诸多大佬，尤其是从克林顿开始，克林顿、希拉里、奥巴马、拜登、Nancy Pelosi，包括范恩斯坦，也就是民主党的这些知名的这些大佬，民主党的这些知名领袖，他们跟中共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关系。由于有彼此之间深刻的利益关系，所以说他们绝对不愿意打击中共。而川普总统打击中共，实际上就在挖他们的肉啊！而且你看，美国所有的大亨，无论是美国华尔街的这些金融大亨，像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还是美国硅谷的那些高科技的这些巨头，包括亚马逊的贝佐斯，包括特斯拉的马斯克，就是说，在整个硅谷这些高科技公司里面，这些知名的科技精英，这些知名的靠科技、靠他们自己强大的科技实力，然后做成大佬的，类似于像扎克伯格、脸书这样的人，他们这些人哪一个不是跟中共合作？不跟中共合作，哪里来那么大的利益啊？所以说，因为他们跟中共的这种合作，川普总统现在要铲除，川普总统要把美国所有的企业从中国撤回，川普总统出台的各种法令，不允许任何一个美国人投资任何跟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企业。川普总统严厉地打击了华为，在这一系列的举措中，都动了可以讲美国这些民主党的这些大佬、这些科技精英，包括好莱坞、包括 NBA 这些球星影星，动了他们的奶酪，动了他们的蛋糕啊！所以他们对川普恨得咬牙切齿啊！他们就一心一意要把川普搞下去。而本轮大选现在爆发出的那么多舞弊的现象，对媒体来讲，对民主党来讲，他们都是视而不见的，他们完全否认这个事实存在。他们现在就强调，媒体已经宣布拜登胜利了，川普你赶紧认输吧。这就是现在美国当下所营造的一个气氛。而这个气氛过程中呢，共产党是在里面推波助澜。共产党的推波助澜，除了共产党他的官媒在不断的发表各种文章，不断的去羞辱川普，不断地去顶拜登之外，最重要的是海外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完全迷失方向了。这些人现在不是反川普，他们连川普的支持者都在反，而且他们不光反川普，他们连共和党也反。你看，参加民主党总统大选的去年有一个竞选人叫杨安泽，杨安泽是个台湾美国人，在美国长大，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很多人认为，华人如果在美国接受了美国西方的教育，最终西方良好的教育就会使这个人
产生跟西方价值观相符的，完全是一个现代人、文明人。你觉得杨安泽是吗？杨安泽是华人，在美国生活长大，已经长了40多年，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参加了民主党，而且曾经一度去竞选民主党的总统，成为总统竞选人之一。那么也就是说，杨安泽毫无疑问来讲是受过美国的教育，是一个华人在美国受到美国精英文化培养的民主党的领袖人物，很年轻啊。但是杨安泽是什么思维呢？因为佐治亚州现在还要产生2个议员。这2个议员呢，现在呢，共和党和民主党呢都在激烈的竞争。这个投票时间呢是在明年1月份。为了争取这2票，毫无疑问来讲，共和党是希望能够再拿下2席的话，共和党就全面扩大他们在参议院完全领先的地位。那么民主党毫无疑问也希望能争取这2个参议员能够给民主党拿下。所以说，民主党呢现在就号召所有的民主党人呢，你们呢就搬到佐治亚州呢，然后在佐治亚州投票。这是杨安泽他发出的号召，就是号召所有美国民主党的党员啊，你们现在啊就先搬家，尤其那些租房子的人，你们就先搬到佐治亚州，到佐治亚州投票，然后把这个参议员呢，把他从共和党手上把他夺过来。这是杨安泽讲的话，你觉得杨安泽讲的话符合宪法吗？符合法律吗？他刚刚讲完这个话，佐治亚州的总检察长就告诉杨安泽，杨安泽，你这个话是严重的违宪，如果有人按照你这样去做，那个人做，那个人就是犯罪。而杨安泽，你讲这个话已经涉嫌你违背美国的宪法了。这也就是说，杨安泽一个华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在美国出生长大，受过美国精英教育，是美国民主党的所谓新秀，参与总统竞选人的人，他居然都能发表一个严重违宪的言论。那么你想想看，杨安泽他为什么作为一个华人在美国经受了那么多年的精英教育，他为什么仍然是这种思维呢？那么你说这个思维哪来的呢？这就是民主党的思维。民主党什么？民主党就是要趁乱夺权，民主党就是讲自由化，民主党就是要打破一切规矩。打破一切规矩包括什么？打破一切规矩就可以到把商家砸掉，就可以偷到950美元以下，然后就不需要起诉。12岁的女生女童就可以性生活了，就可以性交了。你觉得这种主张你能接受吗？你愿意你的女儿12岁就可以有性生活，而且是合法化吗？要大麻合法化，你愿意你的家庭人都去吸大麻吗？950美元以下不起诉，你是不是认为别人到你家偷抢950美元，你觉得连告他的机会都没有啊？这就是民主党实行的法律啊！你觉得这法律是现代文明所应该遵循的一个法律制度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总统所代表的保守党，所代表的美国共和党的这种保守主义的势力，他向民主党的这种自由散漫、这种无政府主义、这种破坏社会公平的这种现象，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因此，民主党的人就恨川普啊。所以说，对川普总统为什么如此抹黑呢？尽管现在大选还有几个州，目前来讲，他的统计结果没有出来。现在究竟是谁当选，一定要等待这几个州的这个结果之后，尤其是川普总统诉讼的这些问题，最后这些诉讼如果在本州法院最终不能够确保它的公平公正的话，那毫无疑问来讲，会有一方会把它上诉到最高法院。那么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会根据美国的法律来定夺。所以说，我们听从美国的宪法，我们遵守美国的宪法，美国法律最终确定了谁是当选的总统，我们毫无疑问来讲立即接受，这是美国的法律决定，而不是现在媒体宣布谁当选谁就当选了。现在呢，拜登高兴呢是高兴的太早了一点，川普总统绝对不存在认输的问题，川普总统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去认输。那种盼着川普总统赶紧认输的人，毫无疑问他是知道他自己的这些败局不要败露，也就是他在这个里面做手脚的这些所有搞阴谋搞欺诈的这些败局不要马上败露，他是希望混过这个败露。但是美国的法律是公正的，美国法律最终一定会给美国人民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我们期待着这一天。今天呢，因为我很忙，事情还很多，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呢做这么一个短视频，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